前一阵子在网络上看到这个教程，然后我就在想说，是不是可以把它的档案改成比较偏日系风格的建筑？那这样以后在绘制建筑的时候就可以省下不少时间。然后我主要参考的依据是这张图中间这三个建筑。我本来只要做一个，然后后来做到后来就发现说，好像可以从一个直接变成另外两个。所以待会也会教大家怎么把这一个档案变成另外两个看起来不太一样的建筑。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只有参考这一张嘛，所以它其实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没有这旁边的。而是到后来，我想说既然改都改了，何不让它每个面都可以使用？所以我就又找到了这张图，所以我就把这个东西给加上去。那之后在一些其他特殊的需求的时候，我就可以很快的去做出比较偏日系风格的场景，像这样。我们回到一下这个范例，在这个范例里面，它其实这栋建筑四个面都一样，但是我们其实常常看到的比较，反正就是日系风格的建筑，它其实可能大多数单面，然后有一些大型建筑可能就是会有四个面一样的，那个也可以再做，那个我之后会再做。所以我在这边我就先把它们改成只有一个面单面，然后其他可能是墙。那接下来就直接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大概怎么编辑。好，那我们先点这个物件，在这边有一个这个把手，那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它的选项。这边宽，然后长，长就是侧面这里，然后高度可以直接拖拉这样子。然后这边有一个叫做这个 L stairs， 就是它左边的我应该写 R 吼没关系不管。它左边的这个楼梯1是显示，0是不显示，那这样就把它关掉就好了。然后需要它的时候再打开。那打开之后，你可以调整它的位置，它可以在这里嘛？如果今天是这个画面，我当然希望它可以破掉这个边缘，这样看起来就会很丰富。所以它其实在这边也 OK， 然后你可以调你喜欢的位置。然后呢，这个东西呢，你可以再去改它的模型，它的模型在旁边。假设我今天不想要只有，我们近一点看，不想要只有一个水管，那我们在这边，这个模型在这里，我们只要不要动到轴心就好。我们进入编辑模式，然后选一下。假设我复制嘛 ，Shift D， 然后复制一根出来，好，那跳出来，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它就变两个了。所以你整个模型改掉也 OK， 它就是会变成你想要的样子，就大概是这样。好，然后我把它先用回去。好，我们再回到它的身上。好，那我先把它关掉。这个就是另一边的，另一边打开，那它就有另一边。那位置不对，这边直接可以调，直接调位置就好。好，接下来就是这两个多了一个选项，就是这个1楼的高度。那这1楼高度其实很重要，它可以瞬间让你的模型变成像另一栋。你就是因为我的1楼长到这么高，我调给大家看，原本这个1楼是只有这样子，可是像我看到了这一张，有没有？它这边好像有一整块，很像是跟上面不一样，然后这一个是完全一样，所以就变成说这一栋我就让1楼从头到尾完全一样。所以我一直推上来，它就变成另一栋新的了。那这栋我推一半，推到这里，或者是在上面一点，那它又变成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这边是这样用。那我这边为什么不这样用？因为这边有两个东西在随机，这两个是不一样，所以它推上去会很奇怪，所以我没有做。那之后就看你的需求，你有没有需要。所以这两栋是可以选择。那这个是下面还有一个不一样的1楼。好，然后再来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有不一样的颜色。我们的那个大楼要有不一样的颜色。那不一样的颜色怎么做？我把它做在这里，材质球这里，因为你不可以直接去调整它的颜色。比如说，我现在把它复制一个出来，假如说我要用这个，然后改个颜色。
我复制一个出来，我把它放在后面一点好了，放在这里。好，那我们先看一下它这边，这边有写它的材质，它的材质是这个002哦，所以不是这个001。我们点到它001，但是其实不是哦，你要去找002，这个是它的002。那我如果直接改这个002，会发生什么事？它两栋会一起改，所以我要保留这一栋，我要新的一栋要怎么办？我就要在这边新增一个，好003。那我新增了一个003材质之后，我要在这一栋上面去把它这个002改成003。好，那接下来我改它，比如说改成一个夸张一点的，然后就只有它自己会动，偏粉，然后这样子，好，那这样就有第4个颜色出来，然后不会去动到之前的。好，那然后这个我再把它的这个往下缩，这样子又不太一样，然后长宽再给它稍微变形一下，变成一个饭店好了。好，这样大概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我再排2栋，然后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这个东西它怎么进，怎么样去跑一个加比的过程，大概是怎么样，怎么用在我们2D 的绘画上。然后我这边复制一下，我稍微排一下。其实这里你可以甚至把它堆叠起来，它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好像是移动建筑一样。其实它就是2个拼在一起。我们把它加一下高度，好，这样子，那你的程式就快要出来了。那简单。那我们建一个垂直的摄影机，这样子它的 Z 轴就不会有收缩的透视的效果，这样比较有些动画比较是偏向这样子。然后我把它的那个长宽调一下。好，我们就取这个角度，然后我们 render 一张图，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先跑一下加比的过程。好，我们把刚刚的档案放到 CSP 里面，然后顺便把之前画过的一个云也放进来，等下就直接合在背后，因为它不是重点，主要是建筑物。好，那我首先就是先把这个背给选起来，直接 delete 掉，然后我把这个贴过来，有点小，没关系。好，好，那接下来我就稍微做一下第一栋，然后大概怎么做，跟大家跑一次流程。好，首先我们建一个这个，为什么要建这个，待会再讲。然后这是上一个影片的笔刷，我们选一个一般的、一般的就好，一般的线。那这个线就是拿来做日系勾边使用。我们选一个比较亮的，然后大小先看一下，粗一点好了，比较有感，这样子。好，可能从头我直接拉直线就好了，拉直线。我们就一直把全部东西都拉完，然后再来看看效果。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日系它很多都不管，不管你左右边还是什么边，我就是一条直线拉过去。然后这个直线你如果还要再去修它的边边角角，你就会花很多时间。所以这个笔刷就是让我直接可以有那个断笔啊，或者是连续的感觉。它直接有断笔。
好，Y 的怎么办？Y 的这边我们选这个，然后选物件，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调正，你就不用一直调。然后回来，这个细的啊，我们尽量多做一点好了，大家才知道怎么用。这样子，然后像这个，因为这边它有个亮边，我们这边就给它这样子。然后我下面也想要勾边，但是我把它透明度稍微调低一点啊。这边没有透明度，我忘记把它打开，所以各位可以在这边，然后把这个眼睛打开，这样子。那我这边可能调50，我再画下面的边，尽量都让它有边，它看起来会很日系。好，然后这个也给它一点好了，细一点，有没有？哇塞，看不太到啊，没关系，好，我这样是不是就很像？有没有差很多？好，那我现在就是在上面这个太平的地方，我加一点笔触给它。我们直接用魔术棒选，我先把其他关掉，用魔术棒选这个，这样就选起来。好，然后上次这里面有一个是这个 base anime 这个，那我们就用这个去吸它的颜色，然后中间我希望这边有一条亮光好了，这边，那我就在这边给它一点，然后就最好就乱点了，不要太认真啊，最好眼睛看别的地方，然后我们再去吸里面颜色，在里面稍微把它点的不要那么多圆形笔触，不要那么多圆形笔触就好，乱点。好，然后我们选一个深一点的也来点一下好了，深一点的，乱点哦，乱点，深的就不要太多。我都这样子点完之后，我们再选一些中间色，再把它综合一下，这样就好。OK，然后我们调一个，我们把不透明度调低一点，稍微轻轻的，我们吸这个暗色刷一下，哦，这样子往下刷，那个斑驳往下刷，轻轻的往下刷。好，这里也可以稍微吸一点深色的，点一下。好，各位，这样是不是就很有笔触感？我那用一样的方法做完，这个就很像啊。然后我们还可以再打光，打光就用一般笔刷就好，然后选发光啊，不要太亮，有没有？颜色有时候可以多给一点。喷枪，这样是不是就很有感觉？好，那我们光看这一栋，我把这个东西关掉，是不是差很多？这样是不是你能想象这样全部都处理这样就好了？哦，那做到这边，我们刚刚这个是直线，我们选个那个 hand 就是用手绘，就是它不是直线的，它是变成这样子，
哦，那这个是直线，它是直线，所以我们现在换成这个，然后我们给它一个亮一点点就好，然后我们透明度把它先调成50好了。这尺寸透明度啊，这个透明度看一下，这个我忘记帮大家打开，所以这个大家要自己开一下，这样子画画看，太亮了，它错图层了，这样子可以，那我们就用这个，然后去稍微在它这种交界地方稍微这样随性的画过去，有时候是几个点就好。我是稍微看着它有没有一些变化，我们就跟在那个变化上面去画。我们做快一点啊，我要吃饭了。然后这边也可以给它一点边这样子掉下来。快了，快了，我们画一栋就好了。好，OK，就这样。好，那这栋就这样子哦，像不像？哦，我们全部依照这个方法这样画完，应该很不错。然后天空啊，我天空加一下那个好了，不然不爽。我们聚焦在此啊，不然这样好了，我把它画完好了啊，大家就看成果。我把它调小一点啊，因为我还是想要做个截图，那不然其他都没有做到。好，那我们就取这边好了。变更画布，哦，做太大了，搞死自己。但其实很快啊，哦，这样子好。那其他的也要打个光。然后这边我给它蓝光。好，我好了，画下去，画好了，画好了，就这样子。选一个，我们选这个。然后它这边有分 normal、soft 比较软一点的。那软这个比较适合一些木头什么的，因为它的大小会差很多，这个画在木头上会稍微好一点，或者是其他的地方。然后我们用一个像这种 base 好，这个好，直线好，其实也可以直线啦。但大部分很多人是，如果没有这个笔刷，你只能这样子，你只能这样子，然后东西就很硬嘛。你看差很多，你的东西就很硬。也有这种房子，也有这种很硬的，哦，这样子。然后通常都是我们再去把刚刚画出来的线再擦掉，就那何不用这个笔刷一次就把它勾完就好了呢？对不对？哦，我这边用我的笔刷好了啦，我还是用这个去做稍微快一点。好了，好，那这次的啊，看得很不爽。
我们这边再做一次，我们这边再做一次，我们选这个，好，选起来了，然后一样的方法，用这个 base and animate， 然后我们用暗色好了，暗色透明度低一点，好，开始了，就乱点了，然后我画下去我觉得有点深，我就再吸它的时候，好，我开始，怎么会这样？好，没关系，我们就乱画一下，这样子，往下画，然后再吸它的颜色，稍微把那个，怎么变成？我这图层被加亮了啊！这先关掉，先关掉，好，这样子，我们把它的这个圆笔触消掉就好，吸一下附近的颜色，然后抹一抹。最重要的是你下笔的时候要乱画，你不能太认真，你太认真你会画得很累。好，那我们再打光，好啦，这样该有的笔触有了，那可以擦掉一点点啦，擦掉一点点，它存在感有点太强，好，有就好。OK， 那这次的示范就到这边，拜拜。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它放到 PSD 里面来。那我们加一个反光效果。这个动画常常会有，加一下。OK， 好，那这次整个流程就到这边。接下来我预计还会再做4到5个不一样的模型的建筑，然后这样子方便以后的工作流程。然后两个建筑会出一个影片，所以大概会出2个影片，都是给大家这建筑物的。然后第3个影片是我想要把这些建筑物直接做成 CSP 的笔刷，所以你不会 Blender 没关系，你 CSP 的笔刷那一集你有跟到，那你就可以下载到免费的。然后预计是它可以刷过去就是一整排房子啊，然后清晰度大概就跟画面上这个要差不多的，好，那方便大家可以很快速的作业。好，就这样，谢谢大家。